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一种堪称奇葩的坦克，它从未上过战场，但却在各类文化作品中大出风头。它从未等来应到的敌人，却在异世界大杀四方。这样一款奇妙的坦克，竟然是本世界本款构型中防御力最强的型号。这款岛国坦克身上到底还有怎样的秘密？火力军带您一起走进东瀛豹一74式主战坦克。在二战之后，失败的日本成立了自卫队。这一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美军完成在亚太地区围堵苏联的行动。日本作为西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其战略地位显而易见。而苏联如果真的有意要将冷战变成三战，那么在远东地区，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拿下日本。这个任务在理论上讲并不难，因为日本和苏联本土中间并没有隔得太远。在千岛群岛的大桥下，苏联装甲部队可以轻易地从北方威胁到日本，而不用面对强大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更巧合的是，整个日本大部分为多山地形，但偏偏在千岛群岛衔接的北海道地形非常平坦，适合坦克集群冲击。在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之下，陆上自卫队的最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在适合坦克战斗的北海道顶住苏联的装甲集群冲锋。这是陆自唯一且必须完成的任务。1961年，日本陆上自卫队终于以美军的 M48 坦克为蓝本，开发出了日本战后第一款国产坦克61式主战坦克。但随后 T62 于1961年开始正式投产，它所使用的115毫米 U5TS 滑膛炮和配套的 3BM3、3BM4 两款尾翼稳定托克穿甲弹，正式将人类的甲弹对抗岁月拖进了钢针时代。因此，陆上自卫队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并不是61式坦克生产极落后，而是陆自很有可能无法完成自己的战略规划。此时，刚刚投产的61式主战坦克，其主力弹种依然是拥有约300毫米破甲深度的 M431 尾翼稳定破甲弹，这是上个时代引发坦克装甲无用论的主要弹药。从单纯的甲弹对抗层面来看， M431 完全可以有效对抗 T54 或者 T62， 但在实际使用中，破甲弹的初速较低，导致弹道较为弯曲。所以在对射中，使用破甲弹的61式实际上是不如使用穿甲弹的 T54， 更不用提使用钢针的 T62 了。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61式的设计参考是美制的 M48 坦克，所以 M48 的缺点61式一样有，比如炮塔在次世代弹药面前防御不足，以及车身高大难以隐蔽等重大问题。因此，新坦克的设计迫在眉睫，并且至少要有2个关键点。第一，火力上要拥有一门口径更大、出速更快的炮。第二，外形上要拥有低矮、更加隐蔽的车体。这就是陆上自卫队74式主战坦克的由来。74式主战坦克或者叫74式战车，是一种由日本三菱公司设计并制造的装备于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坦克。在设计之初，74式就参考了很多国外的先进设计。比如外形方面，74式就参考了豹一坦克的高度和轮廓，从而彻底更改了61式身上车高过高的毛病。所以在一些文献中，74式也被当作类豹一构型大家族，经常被拿来和 AMX30、OF40 等类豹一构型拿来比对。火力方面，74式一开始就使用了皇家兵工厂的对苏神器一代传奇105毫米 L7 坦克炮，不过这个此 L7 却非彼 L7。日本人在设计74式坦克时，因为要最大限度的压缩车高，所以采用了铸造的卵形炮塔，在压低车高的同时也提高抗弹性能。这一点与苏联坦克的思路不谋而合。但这样一来，为了百夫长、豹一等炮塔空间较大的坦克所设计的 L7 坦克炮，它的炮尾就几乎塞不进74式的炮塔。如果原封不动照搬，那么74式的俯角将只有可怜的-3度左右，或者炮尾在后座时可能直接砸在炮塔后方。所以日本仅进口了 L7A3 型的炮管，而炮尾和耳轴等部分则由日本自研自产。在一些资料中，将74式主炮简单的列为美军同款的105毫米 L68 型坦克炮，这是不准确的。当然，日本人的发挥也很优秀，修改过的短后座形成炮尾，让74式的火炮仰角达到了-6度，并且它也没影响该炮的火力发挥。在发射美军同款的105毫米 M392 托克穿甲弹时，该门火炮和 M68 坦克炮的炮口初速同为1400米每秒，
拥有在千米距离上击穿 T62 的能力。而另外一种弹药，北约最常用的 M456 型唯一稳定破甲弹，则达到了标准的400毫米破甲深度，也就意味着这型破甲弹只要命中，就可以在任意距离上击穿包括 T62 在内任意苏联60年代的坦克。当然，744在火力方面的表现只能算是中规中矩，比起其他的类豹一坦克家族来说，并没有什么亮点。但接下来日本人的想法将使744主战坦克成为类豹一设计中最强的那一个。在防御方面，日本人下了很大的心思。744的正面装甲分为4段式，手上装甲为从上到下，40毫米73度，80毫米64度。手上和手下有一条100毫米26度的接缝进行过渡，手下则为80毫米57度，再加上正面后132毫米的铸造炮塔，可以提供炮塔区域约300毫米的等效防御。这套组合拳下来，让744成为了类豹一设计中综合防御能力最强的存在。在千米交战距离上，744对 T54 所发射的100毫米 BR412D 穿甲弹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免疫区。对于苏军的57毫米穿甲弹来说，防御弱区唯有驾驶员舱盖一处。虽然对于115毫米滑膛炮所发射的钢针来说，744依旧是一碰就死的脆皮，但对比起欧洲的同行来说，744拥有在苏军直瞄火力面前横一回的资本，这就已经足够了。在动力方面，744使用了30 10ZF Mod 2110缸2冲程循环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有750马力，公重比约为19，和 AMX30 的机动性相当。对于这款发动机，火力军评价只是中规中矩。而744动力系统最大的亮点则在于它拥有一套液气悬挂系统。液气悬挂系统顾名思义，是通过液压管代替弹簧来进行减震以及调整悬挂高度等目的所设计的一套悬挂系统。通过改变液气悬挂中液压有柱的体积，就可以轻易地改变悬挂的高度，从而实现伸缩或者伸展单个悬挂的效果。这套系统最早由瑞典应用，初次安装在一台 LVKV-42 型自行防空炮上。测试过可靠性之后，就诞生了完全使用液气悬挂调整俯仰角的 STRV-103 主战坦克。可以说60年代是液气悬挂井喷式爆发的年代，不仅有 STRV-103 这种成熟设计，就连 MBT-70 和744这种还在设计中的坦克也纷纷押宝液气悬挂。744使用液气悬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极度压缩车高，即使使用了短炮尾的 L7A3， 744本身的俯角依然只有-6度。而加装了液气悬挂之后，液气悬挂可以通过上升后悬挂、降低前悬挂的方式，让坦克跪在地上，并且撅起屁股，这样便可以获得额外的-6度俯角，将整体的俯角水平提升到惊人的-12度，远超绝大多数使用 L7 火炮的装甲载具。而且744的液气悬挂还支持坦克整体坐下和起立，坐下可以降低整体车高，便于在北海道的低矮植被中隐蔽，而起立则可以增加整体的离地间隙，跨越一些难以翻越的障碍物。当然，液气悬挂也不是只有优点，它的缺点也十分突出。比如在野战条件下，如果是扭杆悬挂损坏，车组成员还可以应急维修一下，将就着开走。而液气悬挂一旦损坏，坦克连移动都成了奢望，并且由于结构精密，所以成员无法在野战条件下自行修理恢复。其次，液气悬挂还有寿命问题。由于气缸和油缸都是成立部件，在经年累月的使用下，缸体密封都会因为承压而变形失效，这时就必须更换对应的零部件，才能让液气悬挂恢复工作。而且液气悬挂也让744的造价飙升，成为了整个类豹一设计家族中身价最高的那个。总的看下来，也就只有陆上自卫队因为采购量不大，所以才能忍受液气悬挂的高额造价。虽然744看起来都是压扁豹一这种形象，但是744还是有自身庞大而复杂的家族的。最开始的744原型车被称之为 STB， 在最开始的 STB-1 上，日本工程师们试图研发一种带有自动装弹机和遥控高射机枪的次世代坦克，但是因为项目预算和载弹量问题，这个方案被否决。随之而来的是拥有传统4人车组的 STB-2， 经过延长炮塔以容纳更多弹药的 STB-3，则在随后交付。后续的 STB 原型车基本是在 STB-3 型上进行轻微修改，外形变化一般不大。整个 STB 原型车项目在经过6种迭代之后， STB-6 原型车被确定为了744坦克的第一种批量生产型。比较整蛊的是，在最早期的744量产型上，设计师们并没有考虑弹药的问题，
在一开始，这杆105毫米 L7A3 仅仅被视作为一种大号的破甲弹发射器，这就导致744式早期型完全无法搭载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要知道，744式的量产工作是在1975年展开的，彼时苏军早就有了复合装甲的 T72坦克，几乎可以完全免疫105毫米的脱壳穿甲弹和破甲弹。而这个时期，早期的744式面对 T72 几乎可以直接摊手等死。直到7次 BC 型上修改了弹药架设计之后，744式采用了搭载美军的105毫米 M735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能力。在前几型744式上，外观并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分也就是能不能发射 APF SDS。当然，经过批量化的修改，基本上所有陆自服役的744式都是 BC 型标准。在后续的升级中，陆自为744式加装了炮管热护套，以增加炮管寿命。这一型号被称为 74D， 本质上就是加装了热护套的 BC 型。目前陆上自卫队所使用的最多的744式是进一步改进的 74EF 型，其最主要的能力是可以发射日本自产的93式 APF SDS 和91式多用途破甲弹。火控也为了适配这两种弹药进行了修改和升级。其中之所以独立出一个 F 型，而非整个批次被称为 E 型，则是因为 74F 是扫雷特装型，其前方加装了接口，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加装92式扫雷滚筒，在雷区中为大部队开辟通道。由于任务性质特殊以及装备性质特殊，所以 74F 型仅作为 E 型的衍生特装车而存在。而最终也是最强的一版，则是 74G 实验改型，不仅全面升级了火控设备，还更新了激光测距仪，并加装了热成像。此外，还额外增设了和烟雾弹系统联动的激光告警系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无效化射向本车的激光制导武器。当然，由于这一系列改进十分昂贵，所以 74G 最终仅作为一个方案实现了5台改装车，并且全部装备于最精锐的富士装甲教导团第一战车大队。当然，许多观众对于744式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安装于主炮左侧用于夜战的红外大灯，这个大灯几乎和 M60 的红外大灯一样，成为了一种车辆的符号。但是这种红外大灯并不能成为分别744式坦克亚型的特征，因为在所有的744式坦克上都拥有加装红外大灯或是推土铲的能力，这属于泛用式装备，而非 74E 扫雷滚那样的特殊装备。理论上来说，我们既可以看见单独使用推土铲或者红外大灯的744式，也可以看见一起加装这两种型号的744式。作为冷战时期日本自行设计、自行研发、自行制造的一型主战坦克，744式的身上具有浓烈的冷战早期甲弹对抗的风味。由于苏联在北方的入侵不复存在，744式最终也未曾参加任何一场战斗。但是这种风格化明显的车体虽无缘战场，但却成了日本动漫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 EVA 的剧场版中，就有隶属于联合国的744式主战坦克在盘山公路上一字排开。在机动警察和平保卫战中，虽然绝对的主角是当时自卫队的90式主战坦克，但是在一闪而过的电车镜头中，我们依然能看见744式低矮的车身和标志性的卵形炮塔，以及位于炮塔正中的 M2HB 高射机枪。最后，在 JATE 奇幻自卫队中，前往特地的陆上自卫队也没有使用最新的90式，而是使用了老旧的744式。在刚刚进入门后的战斗中，744式采用绝好固守的炮台方式，给异世界的军队狠狠地上了一课，也算是对于从未参战的愤懑的一种发泄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你还知道哪些影视作品中出现过744式坦克的身影呢？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视频见。